第5个中奖号码是3，第6个中奖号码是2，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11。我中了37亿！家人们，谁懂啊？以后我住大别墅，喝点南屋，凑一马小猪。系统检测到你马上就要摔死了，本系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只要你选择穿书，将书中的暴君宵禁调教成千古名帝，就可以回到现代领取奖金，走上人生巅峰哟。穿书，暴君宵禁，那不是我昨天看的小说里的大反派吗？对啊，拜拜喽。一拜天地！哎呦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大惊小怪，继续。二拜，怎么回事啊？这哪儿？沈大小姐，原来您才是一直流落在外的真千金。我啊，既然昨日被接回来，刚好。今日就替那假千金嫁给我们世子吧。沈大小姐，那你死呀？是哪个作者写出来的颠簸剧情啊？他说暴君来了，让我调教暴君，不应该直接让我使钱的红通吗？这是什么吃钱剧情啊？二拜，想让我给世子配冥婚，讲什么呢？咯哒，我们世子都飞了。你这颜色看看，你以为老奴是吃素的？给我磕！都磕不下，世子爷走的不安心。磕！怎么一点都不痛？你呈上来的边关布防图错了个字。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拖下去。砍了！陛下饶命啊！再给微臣一次机会啊！咱们这暴君杀人不眨眼，要是能天降一位妃嫔制度皇上就好了。哦。陛下，这是今日的折子。陛下，您怎么了？快传太医！累死我了。夫人说吧，磕满99个响头，冥婚才成。来啊，继续啊！你们没吃饭吗？就这点力气，我感受不到痛，难道是系统给我开的金手指？看你能逞强到多久！看你！陛下，陛下！却为何一直不受控制，一直磕头啊？陛下，我还能承受得住。陛下，陛下平稳，气血旺盛，就是找不到病因呢，真是邪了门啊！查，给朕去查！查什么呀，陛下？查全京城有谁在磕头？是，你来，陛下，陛下！啥？陛下，在皇城西边，听说定远侯府有人正在绍兴磕头。让禁卫军赵无极滚去城西，立刻，马上！陛下，让他务必保护好那个人，别再受伤，哪怕死1万个禁军，也不能让他
则受一点伤。陛下，陛下呀！赵无极截止！怎么停了？还有这，还有这。系统怎么给我这个金手指？就输不了暴君，我还死不了，不行，死个试试。不吐血，还一点事都没有，那就上夹棍！我就不信他的手指头也是铁打的。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什么人敢擅闯地远侯府？奉陛下可谕，所有人立刻停手，再敢动一下，就诛！赵将军，我们只是在巡抚中不听话的。闭嘴！你也是来杀我的？住手！姑奶奶，祖宗，手下留情啊！这剪刀凉，别冻着您的手。哎，快放下，求您了。这可是禁军统领啊，平日里连侯爷都要巴结，竟然跪在他面前叫他祖宗。禁军统领，给我再跪。呀，金飞扬，王氏给了你多少银子？你不就是想逼我把这个剪刀放下，然后好让他老巫婆继续折磨我吗？我真是来救你的。谁？拿棍子把他拖出去，我批拆骨剁碎了喂狗。是。夫人救我呀！救命啊！就是你罪了，下令打的他。我可是侯府的夫人，伤了我，就是得罪了侯府。得罪侯府算什么？你最好祈祷他的伤口马上愈合，否则今晚过后，定与侯府就变成乱葬岗。这官人怕我受伤，为什么？我要搞清楚原因。姑奶奶，您吩咐，是不是脚疼啊？来人，把这地上全都铺上胡皮。赵统领，陛下在宫里。陛下怎么了？陛下好不容易停止了磕头，刚要回养心殿休息，突然抱着脚踝满地打滚。他医院说像是断了。磕头，脚断了。哦，原来我在侯府受伤，一点感觉都没有，是暴君在替我遭罪。我和暴君绑定了痛感转移。我要进宫。进宫？我这个脚不是金贵的很吗？我要让这位陛下亲自给我按一按。啊！快！赵无极办事着实不够，亲自会会你活祖宗。我要让这位陛下亲自给我按一按。这又是哪位大人物？参见陛下。陛下亲临地远侯府，可是有什么要事？他就是暴君萧敬。原说里萧敬9岁登基，登基的第2日，因为睡醒心情不好，便拔刀杀了整个殿里伺候的4个太监、4个宫女。奉我主朝，逆我主王。还好我有痛感转移金手指，他不敢随意杀我。不过，这样杀人如麻的暴君，有什么好拯救的？陛下，是。蠢妇，见到陛下还不快速速行礼！你想害死我们地远侯府吗？蠢妇，看到陛下还不下跪行礼，想害死我们地远侯府啊！做我的
然转移的金手指，这暴君扑通向我下跪，我都不意外好吗？这位姑娘，朕对你一见钟情，这辈子非你不可。真的？可否愿随朕回宫呢？一见钟情？问我一个在灵堂发疯的弃妇啊！朕可为主。编，我听你继续编。所以将她囚在何处？这诅咒埋怨，总有解决之法。既然皇上对我如此厚爱，那我就答应同你回宫吧。这狗皇帝落我手上，看我不好好收拾。从今日起，谁敢动他一根头发，那便是刺王杀将。是。这回妹子到底用了什么法子，勾引上了皇上？不行，得赶紧通知贵妃。稳点。陛下，我刚才不小心撞到腿了，还有点酸，你能不能帮我想个办法？没有办法。这样行吗？继续。哎呦，这世上哪有通天术？只有一物降一物呀！你在宫里是不是经常给嫔妃按啊？手艺真好。这大梁后宫的妃嫔手工够，敢让朕为他们按？莲儿想多了，朕是第一次。哦，第一次啊。行，不脏。爽！我得赶紧想个办法驯服这暴君，拿下37亿，到时候左拥右抱，快活似神仙。没有瓷瓶，没有香炉，这是怕我不小心受伤还得惨死。从今往后，你就住在这里，守着他。他若是少了一根头发，你剃头来见。是。可有解决之法？朕感受到的痛苦是他的数倍。朕的生死怎能掌握在一个区区女子手上？沈姑娘乃纯阴之体，陛下乃纯阳之体。微臣的师兄曾给过沈姑娘一玉佩，若这玉平安，两人相安无事；若玉碎，便只能嫁给纯阳之人，两人才能活命。虽能活命，诅咒却难以解除。是吗？我今天就使出解决之法。陛下，不过古书共生古迹，似有记载此类巫术。但是此书是孤本，微臣要花时间去寻找啊！好大的胆子！这女人竟敢对朕下此巫术！能找到此书破解巫术，即刻杀了她。是。但若是1个月内找不到此书，朕便先杀了你。是，微臣告退。李福，奴才在。传朕旨意，册封沈离为安妃。是，陛下。这“安”字取自何意？是安邦定国，还是？是让他给朕安分点儿。他无论是站着、坐着还是躺着，都别给朕磕着碰着。是。
前朝后宫都有人想要暗杀暴君，推翻他的朝代，想要让他活着成为一代千古明帝，吃一把逆风局啊！为了37亿，勇敢屡屡，不怕困难，训男人嘛，就像驯服小狗一样简单。弦月，去把皇上给我叫来。是。来啦！安妃，你找朕所为何事呀？安妃，我吗？不过有了位分，更好在后宫混。从明日起，你就把你折子搬到我这儿来批，一字一句念给我听，给我解闷儿。放肆！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哦，那我得穿了。你敢！慢着！好，朕都应你。朕倒要看看到底有何居心。这样便能知晓前朝之事，稍有风吹草动，就能寒门之中。小镜子，你退下吧。朕早晚要杀了他。参见陛下。把他给朕叫醒。是。娘娘醒醒，安妃娘娘醒醒！是几点？我没睡醒呢。现在已是卯时，现在才早上5点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是安妃你让朕每日来给你念奏折吗？朕已上过早朝，以后每日卯时，朕都会给爱妃念折子。做什么念？手早扒了痛苦。陛下，上周8月份的粮食如7月一样，放眼望去，上周周边的白米秀穗煞是整齐，白米每袋量价3200分，糙米每袋量价2200。陛下，京城的当铺忒不像话了，居然收4分利、5分利，还有个别黑心当铺收10分利。这还不简单，把这些当铺掌柜都给朕杀了！是。为何？将军有剑，不斩苍蝇；欲成大树，莫与草争。什么意思？我真是费了劲了，居然想文字感化他。哎呀，陛下，反正就是你不能总是打打杀杀的，不然我就头疼，想要撞墙，你看着办吧。又威胁朕。陛下，先忍耐，待青天剑找到那禁书再说。好，那便不杀，交付5城官员，宏观调控，统一收2分利。是。陛下，关于从河南等地购买小米运往江南平敌一事，部分细节。平敌是什么意思啊？平敌是指在丰收季节收购粮食，等到灾年时再平价出售。想当年朕下江南时，江南子民并不喜吃小米，不如运送小麦。你简直就是我见过最爱民的陛下，居然连子民喜欢吃什么都记得。李福，通知下去，运送小麦。是。男人就是小孩，最喜欢人哄着了。有安妃娘娘在，哎呀，说不定能让陛下
一点一点变好呢？益州民变现已镇压，凉州此地疲弊，现已有新任知府上席。岭南，不养新店。是。下课了。所有折子已批完，看来最近最大的波折是原书里的秋烈。狗皇帝会在秋烈受伤，请示下了郑国大将军。郑国将军一死，敌国入侵，国破家亡，狗皇帝成为千古罪。那我就回不了现代，对不了嘴票了。反正离秋烈还有1个月呢。来人，给我上美食！陛下，今年举国丰收，秋烈提前，还是跟往年一样由温贵妃办驾吗？秋烈之事，绝不能让安妃知道。以她那泼辣的性子，若是让她知道之后，她觉得秋烈有趣，还不知道要怎么要求之，带她去呢。是，秋烈危险，还是让安妃娘娘待在宫中更为安全。刚进宫就封妃，这沈家大小姐还真是好手段。那妖女定是迷了陛下的心智，贵妃可要？贵妃娘娘，参见贵妃娘娘。陛下来了新旨意，今年秋烈还是由温贵妃办驾。请贵妃娘娘准备好一切事宜。谢陛下。奴才告退。迷了心智，那为何这次秋烈，陛下还是带本宫去，不带他去？陛下对他不过是一时新鲜罢了。先派人盯着，等这次秋烈结束，本宫再好好收拾他。陛下好剑法，简直百发百中。过奖了。这是刺杀狗皇帝的好时机。陛下，四处探看，速寻陛下，务必保证陛下安全。是。好久没睡过这么舒服的觉了。小玉，陛下今日怎么还没有来念折子？娘娘，陛下一早便去了京郊，今日是秋猎，想必此刻已经猎到了各种山鸡鸟兽呢。什么？今日？飞马车，去京郊！绝不能让那贱人出现在猎场。是。撤！陛下！陛下！陛下！撤！
那狗皇帝不过是不小心摔进了前朝留下的裂坑里，便怪大将军赶来的不够及时，一气之下便把最忠心耿耿的镇国大将军给杀了，真是太蠢了！快点！废物！你们就是这么保护陛下的？是属下失职，未能保护好陛下。皇兄，可还有哪里不舒服？虽然伤在皇兄身上，却痛在臣弟心中。是属下未能保护好陛下，属下甘愿受死。既然你保护不好朕，留下你也杀了吧。蠢货！虽然躲过了本王安排的刺杀，但他要杀了镇国大将军，他的身后便再无主。陛下！皇兄，陛下，你怎么了？陛下，快传太医！还好我早有准备。怎么会？我用了能蒙晕一头牛的蒙汗药，你怎么一点事儿都没有？安妃娘娘，赵姐，快把他给我抓起来，他刚才要害我！带走！放开！快带我去见陛下！镇国大将军怎么样了？镇国大将军现在安然无恙。赶上了，不过那暴君怎么突然转性不杀大将军？你带路。王爷，陛下不知何时被人下了蒙汗药，还好发现及时，喝了这碗汤药，很快便能醒来。这里除了本王，难道还有别人想要害他？退下吧。这么点事都办不完！大胆安妃，你竟敢擅闯皇家猎场，陛下可没有让你来伴驾。你，谁指使你来绑架我的？安妃娘娘冤枉啊！奴婢以为是哪个村妇想要擅闯皇家猎场，是奴婢有眼不识泰山。把他给朕拖下去，斩了！陛下饶命啊！陛下，你醒了！陛下饶命啊！陛下，安妃，你怎么来了？臣妾想你了。想得真美。皇兄，您一言九鼎，这镇国大将军该如何处置？这就是袁叔最后赢得了名声，杀了暴君，自己登上皇位的八王爷吧？当然是陛下。既然镇国大将军在受刑却中途被意外打断，不如就把这一切交给天意，如何？安妃的意思是？抽签筒，这只抽签筒里有2支签，一只写着生，一只写着死，就把这一切交给天意。陛下您抽到哪只，便是天意。有点意思啊。既然如此，黄将军，朕再给你一次机会。给本王抽死！看来老天爷也知镇国大将军对陛下忠心耿耿，愿意再给恒将军一次机会。多谢陛下。这个安妃竟敢坏本王好事！等等，好你个安妃，2个签子上都写了生，这可是欺君之罪，当斩！难道安妃和镇国大将军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，才会这么担心镇国大将军的安危？陛下，末将此前从未见过安妃娘娘。口说无凭，证据呢？毕竟安妃可是冒着欺君的罪名在帮你。陛下，末将愿意以死谢罪，以证明自己的清白。温贵妃，你坏了陛下的一片良苦用心，到底是何局限？你在说什么？本宫为何听不懂呢？
这两支签分别都写着生，乃是陛下授意。陛下知道自己一言九鼎，不可反悔，但也深知镇国大将军戍守边疆、大战南疆有功，才出此下策，想悄悄保全大将军的安危。现在好了，什么时候准备了这个计划？陛下，难为您为末将的安危如此谋划。陛下心怀慈爱护苍生，末将死而无憾。啊？心怀慈爱护苍生，简直睁眼说瞎话。何爱卿严重了，爱卿死罪可免，但活罪难逃，自行下去，领50大板。多谢陛下，末将誓死追随陛下。这狗皇帝还算上道，知道给递个台阶，便率高往上爬。蠢货，不懂朕一片良苦用心。没事回去多读读书。是，陛下。臣妾愚钝。贱人，等本宫回宫，再好好收拾你。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安妃，皇帝才不会如此聪明。只可惜这安妃站错了队，说能为我所用，才是正道。老八，你打小身子不好，朕这次打了很多猎物，都赏给你，拿回去好好补补身子。陛下还真是一如既往宠爱着八王，还好省得不是那钱。多谢皇兄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一而再再而三的阻止朕！这安妃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狗皇帝，我这一切都是为了帮你。按照原书剧情，八王爷会将其囚禁，假装吃了萧敬送的食物，昏迷不醒。朝中都在传萧敬残杀自己的手足，连如此柔弱的八王爷都容忍不了。然而愚蠢的萧敬却只以为是八王爷府上的人出了问题，杀光了八王爷府上所有人，并换上了自己的人贴身保护，结果让朝中大臣以为是要囚禁八王爷，名声更坏了。陛下最宝贵的就是这个弟弟，这贱人要触霉头了。安妃娘娘，不知臣弟做了何事？感觉娘娘似乎有些厌恶臣弟。这是82年的龙井吧？本律之看我的！八王爷，你哪里的话？我和陛下都可心疼你了。他才刚帮朕赢得了镇国大将军的忠心，刚刚是不是对他太凶了？安妃，若你想吃野味，朕下次再为你狩猎便是了。但今日的战利品都是朕特地为老八猎的。陛下，我确实很想吃那野味，不过陛下今日受伤，臣妾心疼您。八王爷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你回府做这些野味的时候，能不能邀请我与陛下一起去你府上吃呢？八王爷，你不会连口饭菜都不舍得分给我们吃吧？陛下可都大方的将战利品全都送给你了呢。本王自然很欢迎皇兄和安妃娘娘来府上一同用膳。我就是看你很喜欢这个弟弟，特地为你们制造相处机会呢。好，既然老八邀请了，朕和安妃便一同前往。八王爷，你煮的每一只野味都要记得邀请我们，我们每一只都要尝尝味道。那是自然。原本想假装吃了狗皇帝送的食物，昏迷不醒，让朝中大臣传萧剑残杀手足。现在一同用膳，便无法给自己下毒，又坏我计谋。温贵妃，你要一同前去吗？陛下，臣妾就不去了吧，最近胃口不是特别好。八王爷那鸟不拉屎的破王府有什么好去的？回宫。安妃，你同朕一起坐马车回去。温贵妃，走路回去。是。回宫，等着瞧。朕能看出来，安妃同朕一样，是真心疼爱老八。眼睛瞎成这样，不过还是捐了吧。陛下，你为何如此疼爱八王爷？
难道他救过你的命吗？原书里没写过类似的剧情啊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皇兄，你在睡梦中杀了这些人，还好你顾及手足之情，没杀陈帝。这些人都是我杀的。皇兄，今日才是你第2日登基，如果让朝中大臣知道此事，皇兄可能就当不了皇帝了。陈帝愿意替皇兄背负所有罪名，皇兄都说是陈帝杀的吧？子娘亲死后，只有皇兄护着我，不然我早就不知道被谁害死了。陈帝愿意报恩，皇兄就说是陈帝杀的吧。陈帝只愿皇兄平安。平安。朕犯的错，朕自己承担。你快走吧，皇兄。朕是一国之尊，杀谁都可以，但若你扛下了罪名，那些朝臣便会杀了你。你快走吧。是。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我的好劲啊！你终于敢杀人了。八王爷是唯一替朕着想的下人，其余的安妃不用知道。大王爷到底给他下了什么迷药？这狗皇帝真是被猪油蒙了心。王爷，多亏王爷当年足智多谋，杀了那些奴才，又趁着狗皇帝服睡，嫁祸在他的头上。10几年过去了，这狗皇帝依然对您感激涕点。人心隔肚皮，说不定都是他装出来的。倒是那安妃聪慧机灵，是一大祸患，必须要早日除掉。王爷有何计谋？你说，要是让陛下看见安妃和别的男人私会，他还能活得了吗？陛下，明日中秋佳节，陛下可愿同安妃娘娘来府上用家宴？是老八，没想到老八这么快就邀请我们去他府上做客。李婆，快给老八备上厚礼，把镇国大将军从南疆带回来的紫狐球雕也送给老八。是。正好趁此机会让他看清楚八王爷的真面目。臣弟恭迎皇兄，安妃娘娘。老八，朕这次来还给你备了一些。多谢皇兄厚爱。不必不必。这些都是狗皇帝亲自去内库给他挑选的。萧景早晚为了他搬空库房，他真是何德何能。家宴已备好，还请皇兄、安妃娘娘快快入座。走。老八，朕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朕已经让李夫拟了旨，等朕驾崩了，朕的皇位传了。不是皇兄，安妃娘娘，皇兄这是喝多了说胡话呢。皇兄的皇位自然是留给皇兄的孩子，他讲不知道等到啥时候了，而且是真是假也不知啊。孩子？什么孩子？朕就不会要孩子。那些个妃子，朕一个都不喜欢，朕一个都没睡。老爸，这会舒服的很。你呀，一定要来当一当。我这辈子没这么无语过。这傻白甜狗皇帝，为了传位给绿茶王爷，居然让自己绝嗣。本王的母妃就是被你的母妃陷害致死，我才不信你的花言巧语。安妃娘娘，
皇兄真是喝多了，臣弟去准备一些醒酒的药来。安排男人呢？已经在房间内等待，只等安妃药劲上来，狗皇帝便可以捉奸了。那药确实下进安妃碗里了，为何过了这么久，安妃状态依旧很好？不应该啊，我下的是最猛的那种名单。那就等等吧。你醒醒！哎呀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！你要是睡着了，你怎么看我给你准备的好戏啊？你干什么？安妃，祈祷妃子朕不允许，但若是安妃的话，朕可以勉强让你试试。你中药了！不就是你给朕下的药吗？朕成全你。有点吃不稳呢。不是你中药，是我中药了，是我中药了，发作在你身上。上次秋烈也是这样，他们给我下了蒙汗药，然后你晕倒了。朕好热。朕好热。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有通感转移的能力，否则我们都会死的。走。人呢？这安妃不会药效上来了，便宜了那狗皇帝吧？来人！王爷有什么吩咐？可有看到陛下和安妃去哪了？陛下和安妃娘娘好像进了西边的厢房。说是让那安妃怀上了子嗣，萧剑那么喜欢她，一定会册立安妃的孩子为太子，简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这是另外的价钱，为了37亿彩票，我还要显身吗？不，陛下，实在不行，我用手把你。就这样抱着你，朕会好受一些。有胸肌，这脸蛋，这身材，而且还是个纯情处男皇帝，古代男人都善骑马，腰力肯定也不错。来吧，谁占谁便宜，你不知道的。这疼吗？针是不是能缓解一点？清醒多了。你认为是谁给你下的药？我说是八王爷，你信吗？皇兄，安妃娘娘，你们可还好？这是偏院简陋，臣弟为你们准备了更好的房间。是不是八王爷？让他进来一探便知。进来。兄，八王爷，本宫在你府上中了不知名的毒药，陛下已亲自为我解毒，作何解释啊？这么快？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。皇兄，安妃娘娘，臣弟这次来就是为了禀告此事，带上来。皇兄，刚刚臣弟去后厨，想给您准备解酒药，无意间听到这叛徒竟准备给安妃娘娘下药，他想要什么？他想要诬陷臣弟跟安妃娘娘有染，来离间臣弟跟皇兄的关系，让皇兄一怒之下杀了安妃，这样皇兄在一瞬间便失去左膀右臂。岂有此理！事情肯定不是他说的那样。皇兄，臣弟也是刚刚将他捉拿，还没来得及审呢，所以还不知道幕后之人。
为了本王的霸业，只能委屈你了。既然事情已经败露，没什么好解释的。哼！你他咬舌自尽了他！这八王爷真是狠毒，为了隐瞒是他下的药，献祭无辜之人。把他给我拖下去！想不到八王爷府上竟然有如此奸细，把王爷府上所有家丁全部给朕杀了！老爸，你放心，朕会安排自己的人来保护你和王府的安全。多谢皇兄。杀了好，再换上他的人，朝中大臣肯定以为他要囚禁监视本王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剧情怎么又回到了原点啊？陛下，爱妃，不是又要阻止朕吗？陛下，你既然要保护王府，不如就派镇国大将军来保护王府吧。狗王爷想你宵禁，安上囚禁监视你的帽子，那我就真派人来监视你，你敢答应吗？爱妃所言极是啊，镇国大将军是朕最信得过的人，那就派他来保护老爸。皇兄，万万不可呀！那镇国大将军乃正一品，要来保护臣弟，实在是有些大材小用，而且朝中大臣会有非议的。皇兄的好意，臣弟心领了，但是臣弟府中之事，就让臣弟自己来吧。镇国大将军如今是狗皇帝的人，调过来盯着本王，本王还如何秘密谋反呢？对，八王爷说的对，陛下，八王爷都已经成年了，他自己的事情就让他自己处理吧。陛下，你可保护不了他一辈子。本王早晚要除了这个贱人。跟我斗，你有我看的宫斗剧多吗？罢了。啊，皇兄，你的手怎么受伤了？小事，没什么大碍，无妨。有爱，有大爱。皇兄乃是九五之尊，皇兄受伤，臣弟心痛。臣弟来。皇兄，这傻白甜又被感动到了。狗皇爷，你戏这么多，你以为你是女主吗？皇兄，安妃娘娘，要不今夜便在本王府里留宿吧。好啊，那就劳烦王爷您了。安妃娘娘哪里的话，皇兄，臣弟告退。为何不回宫啊？陛下，我要带你看出好戏。八王爷也该掉马了。回来。我知你想秘密谋反，我还知你府上已存有2万黄金欲私买兵器，此时独自一人在府里等我，告诉你狗皇帝的秘密。府上藏有2万黄金之事，只有本王和战旗知道。这个人是谁呢？王爷，府上之事，战旗从未告诉过任何人，求王爷您相信我。此人说不定真想要扳倒狗皇帝，本王倒想会会他。王爷，战旗保护你。不必，退下吧。是。到底什么好戏啊？你等着吧，好戏马上开场了。
刚刚在厢房的床上，爱妃还懂很多呀。不，陛下，实在不行，我用手把你。朕在接你回宫之前，你在宫外可有相好吗？怎么可能？没有，我是看画本子上学来的。那以后朕教你。你自己还是个处女，怎么教我？你说这是什么？好戏开始了。那就是你柔弱不能自理的发育，正跟禁卫军同伴不相上下。赵统领，老八，皇兄，难道是皇兄派人送过来的？他已经知道我想谋反了。现在看清他的真面目了吧？老八，你为何要隐瞒朕啊？皇兄，臣弟可以解释。你若早告诉朕你武艺高强，那镇国大将军的头衔便是你的呀。啥玩意儿？若不是爱妃安排人试探你的身世，你要隐瞒朕一辈子吗？怎么可能啊！当然是在将来取你项上人头的时候再暴露出来啊！皇兄，臣弟是怕暴露武功后，皇兄容不下臣弟了。你为何会这么想啊？等将来带兵打仗，朕会将兵权交给你。多谢皇兄。皇兄永远站在我这边，你永远比不过我在他心中的地位。带不动，带不动了！看来不栽在这绿茶王爷的手上一回啊，他是不会长教训的。回宫。皇兄慢走。安妃娘娘，这些可都是陛下特地送来给您的。陛下为何要给我赏赐啊？陛下跟八王爷兄友弟恭，那可都是娘娘您的功劳呀。哎，你这何必呢？这是。那奴才就先告退了。小月，好。等回到现代，把这些宝物都卖掉，得值不少钱呢。小月，快拿着！我问你个问题啊，陛下还未宠幸过后宫吗？当然了，宫里的各位娘娘们也害怕被陛下宠幸呢。为何？因为陛下喜欢睡梦中杀人呀。那陛下除了9岁那年睡梦中杀了4个宫女、4个太监之后，他还杀过别人吗？没有，只有那一次。只有那一次？会不会当年的事另有隐情？感觉宫里的各位娘娘们既害怕又期待被陛下宠幸吧。陛下还没有立皇后呢，谁若是第一次被陛下宠幸，谁应该就会是皇后。小月啊，你去帮我查一下，那一年亲眼目睹陛下杀人的那个宫女逃出去之后，还活在这个世上不？是，娘娘。给你了，谢谢娘娘。若是当年萧景是被冤枉的，或者当时还有另一个人在场，就能还原当时的真相，说不定一举扭转萧静的口碑，然后我就可以回到现代，走上人生巅峰了。娘娘，不知道那安妃使了什么媚术迷惑陛下？听说今日陛下赏赐了好多宝物给安妃娘娘，陛下将来会不会立安妃为皇后？她休息，她也配。既然如此，那本宫也为那个贱人送上一份大礼。皇上那么心疼她，本宫倒是要看看，如果她不小心
坏了陛下亲自立的规矩，陛下还护不护得住？娘娘，这些都是各宫娘娘送来的礼物。您最近风头正盛，想来是来讨好您的。感谢各位娘娘精准扶贫。这是温贵妃娘娘送的刺绣，百寿祥瑞图，可都是用金线绣的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贵妃娘娘还传了一句话：娘娘封了妃，还从未去请过安。今日让您去凤仪宫请安，学学规矩。学规矩？我这个人呢，天生反骨，最讨厌的就是学规矩。这温贵妃是太后的亲侄女，又背靠侯府，在后宫权势滔天。温贵妃又送来贵重的礼来，今日若是不去，去？为什么不去啊？想要成为千古名帝，就得有个和谐后宫。你瞧见他确实仔仔细细摸了那百寿祥瑞图。是，娘娘。去放神兽。是。那百寿图可是浸了一夜的木之液，神兽闻了便会变得暴躁嗜血。那神兽可是在2年前的秋猎上救了陛下的命，若是沈离为了保命杀了那神兽，陛下绝不会原谅。收！安妃娘娘，您没事吧？刚刚那什么玩意儿啊？还说他们两个没有奸情。哎，娘娘，这是青天白日，没证据。您要是过去，他们一定知道是您放的神兽。哼，我早晚一锅端了这渣男贱女。我们走。哎，多谢郑国大将军。末将不敢，是末将要多谢安妃娘娘。末将今日刚刚看完妹妹淑妃，多亏了安妃娘娘，陛下才允许末将半年进宫一次来探望佳妹。嗨，不用客气，看来陛下的功德要加了一分。哎，大将军，你跟葫芦娃什么关系啊？葫芦娃？我是说，大将军您还是按口技呢。啊，走南闯北学到的杂耍罢了。娘娘的身上有木之液的味道，这才是让神兽发狂的原因。这是温贵妃娘娘送的刺绣，百寿祥瑞图。娘娘，宫中尔虞我诈，娘娘万万小心。末将告辞。温贵妃，今日正好，新仇旧恨一起算。听说那安妃一直养在村里，最近才被接回府，还给温贵妃的弟弟定安侯府的世子配了冥婚呢。那陛下岂不是算他第二个男人？安妃娘娘到！嫔妾见过贵妃娘娘。放肆！见了贵妃娘娘，为何不跪？这就是乡下来的粗鄙村妇。陛下说了，我身子娇贵，免了贵礼。毕竟我膝盖贵亲了，他的膝盖就得废呢。陛下宠你，那是陛下的恩典，但在这后宫就要守后宫的规矩。本宫协理6宫，就有责任教导妹妹。来人呐，赏安妃规矩。这是碎玉板，在上面跪上半个时辰，能够静心凝神，去你身上的戾气。这碎玉板可是后宫酷刑之一，跪上1刻钟，膝盖就会红肿青紫，半个时辰，那腿怕是要废了。一定要跪？安妃，在这后宫，恃宠而骄的妖妃是没有好下场。本宫这是在教你，你自己选吧，要么跪，
要么本宫让人把你拖下去杖责20。行。为了治理你的后宫，小姐你就吃点苦头，赶紧赶过来吧。陛下，多谢您让我作画，了解大梁风光。我今日在御花园画了一幅很有趣的画。礼服呈上来。是。陛下，这怎么又想过来？哎呦，陛下，这膝盖！陛下，您怎么了？怎么看起来那么痛苦？陛下，李福，你去给朕看看，安妃现在在干什么？是，快去快去！这1刻钟都过去了，他怎么没什么反应啊？看来他还是块硬骨头。这贱人膝盖是铁打的，竟然还不求饶。看来妹妹很享受啊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再加点马。来人，给安妃身上加2个沙袋，帮她正正身形。小姐还没赶到头赶过来吗？这沙袋上去，她的膝盖真就要飞了。温贵妃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朕身体有些不适，安迪，你先回去，咱们改日再谈。是。陛下，刚刚探子来报，安妃娘娘被贵妃叫去凤仪宫立规矩，说是让她跪碎玉板。碎玉板？这个贵妃，朕下半辈子做不起。跪驾去凤仪宫。上沙袋，本宫今天就让你知什么是安分守己、温宫舒适。不可以用沙袋，否则你会后悔的。这有什么后悔？本宫不过是在教你规矩。你屡次以下犯上，就算是太后来，她也只会教。小静，怎么还不来？把沙袋给朕拿下来！陛下，你怎么来了？谁让你跪的啊？是你！虽然这么硬，你感觉不到吗？你膝盖是铁做的，不知道疼吗？温贵妃让我跪的，她说要教我规矩。规矩？为师，你很喜欢这东西。陛下，臣妾可以解释，臣妾只是……不必解释。既然你这么喜欢规矩，这东西能静心凝神，那好，朕便成全你。来人，去工部把剩余的碎玉板全部拿过来。是。陛下，你怎么能为了安妃如此对待臣妾？你不是喜欢规矩，朕这是为了成全你。从今日起，温氏降为嫔，禁足凤仪宫。这跪着你1个月，跪着吃饭，跪着睡觉。你要是敢起来，朕砍了你的双足！娘娘，太狠了！为了一个安妃，竟然直接把把持后宫多年的贵妃给废了。还能走吗？腿麻了，她还好吗？以后不许活！今后谁再惹你们，就大耳刮子抽他，听见没有？听见。但要是把你的手抽疼了怎么办？你去鞋底住。这大梁的天变了，安神殿这人不是宠妃，是大梁真正的活祖宗。动他一下，陛下是真的会拼命。陛下，是那温贵妃。啊，陛下人哪儿去了？已经提前过去了。青天剑在门外求见陛下。召进来。李公公，这本共生古迹可就这一本孤本啊！老臣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找到。哎呦，张大人，您这脑袋算是保住了。陛下这会儿正在贵妃那儿，您就跟我一同前往吧。待陛下解除了诅咒，
杀了那妖奴，就再无后顾之忧了。张大人，所言甚是。你盯着朕做什么？没什么，这狗皇帝怎么越看越帅？安妃，你想动皇后吗？臣找到古书了，您明日就可赐死安妃。外面是谁啊？我怎么感觉有人在念我名字啊？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！请天剑，有什么事回养心殿再说。哎呦，这可是孤本呐！完了！哎呦！啊，礼服去找什么了呀？安妃，你先回安神殿，朕还有事要处理。你记得来安神殿，我给你上药。好。都是奴才的错。你们有狗！都是奴才的错，都是奴才的错呀！都是奴才的错，都是奴才的错。这礼服是必死无疑了。拔出烘干，自行去领30大板。多谢陛下，多谢陛下。陛下，若是烘干之后自己还是看不清楚，那该如何是好啊？那便是天意，此事便作罢。看来陛下已经不想杀安妃了。娘娘，你喝点茶吧。娘娘息怒，这个贱人！皇帝凭什么那么宠她？现在是个妃子，都敢骑到我头上来了。你去法华寺把太后给我请回来，本宫就不信了，太后还治不了她。是啊。摆驾回宫，哀家就是镇妖塔，没有哀家治不了那妖妃。毕竟是为我受的伤，礼服把你的书误会了，那是什么书啊？那本书不重要了。这点疼你受不了，以后还怎么生孩子啊？生孩子？娘娘用力呀！娘娘用力啊，用力！娘娘，你怎么样了？娘娘，我不是已经用力了吗？还不够啊！哎呀，再用力，再用点力！娘娘，再加把劲儿，用力！她生了吗？生了吗？孩子，什么孩子？这就不会要孩子。老爸，这皇妹舒服的很，你呀，一定要来当一当。朕许诺过老爸，不会有子嗣。果然，在他心中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比得上八王爷。安妃，早些休息吧。还不想跟我生孩子，我还不想跟你睡呢。说什么不整人事情？我看就是硬件不行，技术也不行，哪都不行。我看八王爷就是个借口。气都肝疼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快醒醒！娘娘，娘娘，太后回宫了。娘娘，太后回宫，命所有妃嫔、臣使去慈宁宫请安。太后，原说一笔带过的角色，不知是好是坏。还是去会会他吧。臣妾给太后娘娘请安，太后娘娘金安。静儿的嫔妃还不少呢，这些年却从未有嫔妃侍寝，哀家以为都被打发到冷宫去了。淑妃进宫最早吧，得有3年了。
见过陛下几次啊？有10次吗？没有。每月按时领着份礼，却从未想着为皇家开枝散叶。这份礼，你领的安心吗？是臣妾的错。就是阴阳淑妃拿钱不干活吧？这位就是风头正盛的安妃吧？听说陛下每日都去安神殿念折子给你解闷儿，每日都能见到陛下，却又留不住陛下，你们纯友谊呢？又是在阴阳我，也是个没用的东西吧？太后娘娘，这事儿啊，得天时地利人和，急不得。好啊，那哀家便再给你们1个月的时间，若是还没有一个嫔妃能侍起，那便都杀了吧，换一批能干的女工。都退下吧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不侍寝会被太后杀，侍寝了，万一被陛下杀怎么办？淑妃，你进宫最早，你去勾引陛下。我？这陛下是我们所有人的夫君，怎么能让我一个人去呢？不，他就是你一个人的夫君，你去勾引，我可没把他当夫君。哎，对呀，你去，你当初进宫不就是图陛下长得俊俏吗？哎，不如我们摇骰子吧，摇骰子大小数，从小到大排次，依次去勾引陛下。我们现在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只要有1个人能侍寝成功，我们就都能活。我支持，那我也支持。我赌运不行啊，难道你想先去吗？你摇骰子吧。小月，上骰子。是。天灵灵地灵灵，我最后一个去勾引，请他保佑4年14 3个月，也不想和陛下睡觉我最小，我就说我赌运不行嘛。我第2，我第3，和最后。这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吧？哎呀，怎么可能？你是我见过最美的女人，我相信你一定能拿下陛下。不行，相信你自己的美貌，祝你一举平安，拿下陛下。他拿不下，倒霉的就是我了。哎呀！也不知道贤妃勾引的怎么样了，后宫佳丽这么多，总有一块是她喜欢的吧？不好了，娘娘，贤妃去勾引陛下，被陛下一脚踹进了湖里。什么？不好了，娘娘，庄妃去勾引陛下，被陛下扇了一耳光，哭着跑走了。什么？她居然敢打女人！看来这后宫的份还真不好拿。之后便是淑妃娘娘了，若是淑妃娘娘也拿不下，便是您了。若您也拿不下的话，这后宫4妃就全军覆没了。哎，不着急，肯定还有办法的。这群妃子到底想干什么？不在后宫好好待着，天天跑来朕面前晃什么？听说是太后回宫了，向众妃嫔娘娘施压了。那安妃怎么不来勾引朕？这几日还老说身体不适，朕去看她，不见朕就算了，折子都不让朕过去念了。那安妃勾引管用吗？若是管用，奴才立刻去暗示一下。没有啊，她来也不管用。朕一心只想国家大事，不在乎这些小情小爱。是。后宫4妃每一个能拿下陛下，陛下亲口说了，就算是安妃来了也不行，让娘娘放心吧。多谢公公。是奴婢的错，奴婢给您捡起来。没关系。画师，此画甚好，可否让奴婢送去温嫔娘娘宫中临摹一幅，奴婢再给您送回来。你喜欢？是。那拿去吧，明日送过来就行。多谢画师。人说了，淑妃记账能力超好，
放在现代，那也能当财务总监吧？若是能拉拢淑妃，让淑妃帮萧敬清下内裤就好。那傻白甜皇帝从内库送给狗王爷那么多东西，全都让狗王爷囤着，买杀他的兵器。小月，带路，景仁宫，我们去找找淑妃。是。不知明日陛下要怎么将本宫赶出养心殿？安妃娘娘，淑妃娘娘若是担忧，我可以替你解忧。安妃娘娘可否与我换个顺序？你可愿意？明人不说暗话，明日我若是侍寝成功，我还得请淑妃娘娘替我算个账，如何？好，一言为定。娘娘，您瞧，奴婢为您带回来了什么？这就是最好的证据，可以证明他们两个有私情。有了这个，你一定能一举扳倒那妖妃。这个赏给你，你现在就把这幅画临摹一幅给陛下，让那个贱人不得好死。是，谢娘娘。陛下，有人求见。可是安妃要见朕？不是，是温嫔娘娘的贴身宫女小秋求见。温嫔，她又想做什么？不见。是。陛下不想见你，走开吧。陛下，奴婢此次前来是有关安妃娘娘的事情要禀报。请。陛下，这是临摹波斯国画师艾迪的画册，这上面画了安妃娘娘与郑国大将军悄悄在御花园里见面。呈上来。是。岂有此理！与大臣私会，安妃这次死定了。陛下，您要去哪儿呀？安神殿。任务倒是接下来，我该怎么勾引萧敬呢？虽然他不敢把我怎么样，但是勾引失败，他凶我一顿，也会很没面子的嘛。娘娘，您吃点核桃补脑，说不定就能想到好办法了。对，肯定是我饿了，影响我大脑发挥。滚出去！是。谁惹你了？你知不知道你是朕的女人？知道。怎么回事？我可一点勾引的手段都没用呢，他怎么就扑倒我了？你干什么？沈离，你是不是暗恋郑国大将军？我怎么会啊？你还不说实话？你有对朕这么笑过吗？这谁画的？画得挺像的。你还笑？你对着他的画像，你也能笑得这么开心？只要让你走心的身体，都是朕的人。原来他吃醋了，谁这么主动，就让我这么轻而易举就完成 KPI 了。抬水来。是，快点了，快点了！陛下终于开荤了。抬水来。是。刚开过荤是不一样啊，一天晚上浇4次水。留宿安妃那儿了。安妃还算有点手段，
哀家可以安心回法华寺礼佛了。那温嫔娘娘呢？自己没本事还怪别人，哀家可是上一代宫斗王者，说她是哀家的侄女，哀家都觉得丢人。岂有此理！那幅画送过去，陛下不仅不杀他，反而去睡了那个贱人。本宫是什么？他们的助兴吗？滚！都给本宫滚！昨晚你辛苦了，想要什么赏赐？我要你内库所有的账本，我要把你的库房都搬空。好，以后这每晚都来。不要！你昨晚都烦死了，你去别的宫睡吧。嘴这么硬啊！李福，今日不上朝了。是。这亲戚看是不是真这么硬？啊！稳住局面，在我这儿是没有用。是吗？是谁昨晚让朕不要停的？你闭嘴！闭嘴！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你快醒醒！庄妃、贤妃、淑妃都在殿外等着要见您呢。更衣。多谢安妃娘娘救我们性命。这些是我们为娘娘准备的一些薄礼。啊，这么客气干什么？都是姐妹。你说是吧，小玉？那娘娘，您是怎么勾引陛下的？这月事小计。娘娘，您晚上跟陛下睡觉的时候，都不怕他睡梦中杀人的吗？他哪有时间杀人？他一整晚……那安妃好生歇息，就不打扰了。虽然眼下命是保住了，但万一以后陛下独宠安妃一人，最后还是要把咱们都杀了啊，或者发落冷宫，那怎么办啊？平时他谋独得胜主，本宫却被陛下一脚踹入湖底。他日子倒是好过，可不代表咱们也好过。那温嫔针对他，说不定是对的，他身上肯定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。咱们可要悄悄盯紧了他。若是发现他在陛下身上用什么巫蛊之术，立马让太后发落他。好，那就按你说的做。娘娘想让我帮你算什么？听说今年的科考还专门设有明算课呢。科考已经开始了？当然，明日便是会试，再过1个月便是陛下亲自主持的殿试了。光顾着和萧静闹脾气，忘了让他来念折子，怎么把这事给忘了？安妃娘娘，这是你要的内库账本，放这儿吧。微臣告退。这是内库的账本，我要让你帮我算清楚，皇上这些年到底送了八王爷多少东西？我得找个机会，通通的给要回。好，都带回景仁宫吧。是。安妃娘娘，我要见陛下。安妃娘娘稍等，这八王爷还在里面呢。陛下可是特意下旨派八王爷担任明日会试的主考官。原书里寒门出身的许才子，可是能做金科状元之人，却被人替换试卷，未能中举，后被八王爷发现，并纳入麾下。实际上，八王爷不甘心这样的人才落入萧静之手，替换试卷之事是他故意让人安排的，就是为了让许才子连殿试都进不了。待许才子伤心之时，他再伸出援助之手，让他死心塌地的跟着自己。哎呦，八王爷，安妃，
听闻你是第一个侍寝的娘娘，恭喜啊！哪里，这都要托了八王爷您的福。要不是上次你的药，我和陛下怎么可能进展的这么快呢？八王爷是臣妾的大恩人呢。不必客气，本王告辞。八王爷您慢走。你处处作对，待本王夺下这江山，定要将这女人千刀万剐。安妃娘娘，请。爱妃，想朕了。陛下，臣妾昨天晚上做了个梦。你昨晚还有时间做梦吗？忘了昨天一整晚都耳鬓厮磨去了。臣妾是说今天早上做的。什么梦啊？陛下，臣妾梦见八王爷他……你梦见八王爷？哎呀，陛下，你就不能听臣妾把话说完吗？我说，我梦见八王爷在会试上徇私舞弊，换了一个才子的试卷，毁了那个才子的一生。完了，安妃这次完了。爱妃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将人心玩弄于股掌之中，是八王爷最擅长的手段。但是这次，我偏要硬刚八王爷。我说，我梦见八王爷他在会试上徇私舞弊，换了那个才子的试卷，毁了那个才子的一生。陛下，你耳朵是聋了八吗？王爷可是陛下的逆鳞，安妃这是何苦啊？不过是一场梦，爱妃不必放在心上。只是一个梦而已。那陛下，你为何不亲自去会试上看一看呢？那如果八王爷没有徇私舞弊呢？陛下，如果八王爷没有徇私舞弊，那是好事啊，说明他对您忠心耿耿。那如果他徇私舞弊了呢？安妃，如果你冤枉了八王爷，你必须亲自登门给他道歉。陛下，如果我冤枉了八王爷，你就休了我，把我逐出皇宫。安妃，你为何如此逼朕呢？陛下，你是愿意相信他，还是愿意相信我？娘娘，你闭嘴！陛下，你是觉得兄弟如手足，女人如衣裳吗？果然，男人睡过之后便不会再珍惜了吗？好，朕依你。明日你同朕一同前去会试。如果你冤枉了老爸，朕会替你登门道歉。多谢陛下。娘娘，不过是一场梦，您何苦呢？万一明天相安无事呢？这宫殿就我们3个人，只要你不说，我的梦就一定会应验的。你奴才绝对不会做对不起陛下的事的。公公，你快起来！原书暴君被斩杀，礼服是唯一主动自刎遂宵禁去的，这礼服都比八王爷对宵禁好多了。公公，我相信你，你也要相信我。是。这次明牌确实有风险，但如果不让他亲眼看到八王爷的表里不一，他永远都不会对八王爷失望。希望明日不要有什么变故。娘娘，您终于回来了。这是当年逃走的宫女婉春，她正好是我表姐的二姑婆。见过娘娘。婉春，当年陛下杀了那4个宫女、4个太监之时，还有其他人在场吗？有，当时奴婢正要走进养心殿，看到八王爷急匆匆从殿内跑了出来。果然有他，还好当年八王爷跑了，说不定陛下连八王爷都杀呢。应该是八王爷杀了这些宫女太监，再嫁祸到陛下的头上。当年的事儿虽然已经没了证据，但我要让他亲自承认自己的罪行，为宵禁沉冤昭雪。那穷书生天天就吃馒头，我给那穷书生馒头里下了泻药，这种低贱草民也配入朝为官？
王才子下手还算轻了，要我下药，要不直接把他送去青楼，让他参加不了明日的会试。你们给他下药了？何才子，下的什么药？是泻药。蠢货！这却对你容忍的乌合之众。哼！他就一草包也能考进会试，肯定啊是他爹户部尚书串通好考官，官官相护。何才子，徐兄，感觉如何？何才子，对不起，何才子，为徐某请大夫。徐某身上还有3文钱。不用客气，薛才子，你早点好起来，明日会试，好好发挥。明日会试，我还要和你替换考卷呢。你若倒下了，可怎么行？徐某定会报答何才子。会试结束。皇上驾到！这还不是殿试，陛下怎么亲自来了？参见陛下，安妃娘娘。这妃又要搞什么幺蛾子？很好，考卷已经在他手上。八王爷，你这次终于能被抓现行了。余生，谢陛下。老八，考卷给朕，朕当庭审阅。是。原本是想等收上考卷之后，再将许方远的名字抹掉，换成何旭的名字。现在这考卷上有2个许方远的名字，但是考卷众多，他应该发现不了的。就是这里所有的试卷上都没有我的名字。看来这皇帝是个明君，徐某一定要为他效力。他为何突然强爱？果然之前相信本王都是装的。这样放松戒备，做主考官就是为了威胁试探我。看来他没发现。朕已阅完，很好。但是朕想问一下，为何这份考卷当中有2个许方远的名字啊？八王爷，你作为主考官，陛下在问话呢。陛下，臣弟是刚刚将试卷收上来，还未审核，臣弟也不知情。果然又是这安妃搞的鬼。谁是许方圆？陛下，徐某只答了1份考卷，可不知为何这另一份考卷也有徐某的名字。那你都写了什么？臣闻一剖为3，使鸿蒙于太液，九变于七，见盲昧于无为，既分清浊之宜，乃列君臣之位。全文2000余字，没有一处修改，也无语病之处，字迹清晰，条理清楚，观点鲜明，此乃会试之第一。谢陛下，明察秋毫。另一份许方远的试卷，字迹潦草，逻辑不通顺，牛头不对马嘴的试卷，又是谁写的？这还不简单？这里有此次会试的名单，不说2个许方远吗？那定有一位考生没有写自己的名字，是陛下自己查呢，还是这位考生自己出来认呢？怎么办？
去死！何人如此大胆，胆敢在会试作弊，还不出来自行承担罪责，求陛下宽恕！想想你的族人！陛下，我知错了，我只是一时糊涂，我以后再也不敢犯了。求陛下饶小的一命吧！何才子，竟然是你！昨夜徐某身体不适，还是你为徐某请的大夫呀！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说不定许才子身体不适，就是你户部尚书的儿子何才子下药害的你。陛下，我没有，明明是王才子下的泻药，他还血口喷人。陛下，我没有。放肆！一场会客，被你们搞的是乌烟瘴气、勾心斗角。来人，将何才子拖下去，何家一族100年不得参与科考。陛下，饶小的一命吧！陛下，陛下！听闻八王爷有过目不忘的本领，这3位监考官下去监考了2个时辰，都没有发现有考生重名吗？是监考不力呢，还是有人故意包庇啊？果王爷被我追着咬的滋味不好受吧？陛下，定是那考生在最后一刻将许方远的名字写上。臣弟冤枉，臣弟真的不知情。江大人、王大人，此次监考不力，撤职。是。虽然这次徇私舞弊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和老八有关，但爱妃的那个梦，应该就是在提醒朕。但是老八为何要这样做？难道他收了户部尚书的银子？八王爷作为主考官，罚俸2年，3年不再参政。臣弟遵命。就知那狗皇帝和安妃是一伙的，合起伙来设计本王，让本王3年不再参政，这无非就是想夺了本王的权。臣妾速速去请定远侯，谋反的日子必须提前了。是。王爷，人到了。王爷，侯爷，本王听闻那暴君在后宫专宠安妃，将贵妃娘娘贬为了温嫔，禁足3个月。这暴君是不能挽留了。王爷说的是，暴君趁本侯当时不在府上，从本侯府上夺走了给世子配冥魂的安妃，还差点把本侯的府院都给拆了，实在可恶。侯爷，这些金银你用来购买兵器，藏在你们府上，咱们只需等待一个时机，我们便可逼宫。是。本侯定会帮王爷成事。你想不到吧？这些年赏赐给本王的东西，最后都变成虐杀你的凶器。舒服，力道刚好合适。爱妃，你为何梦得如此准确啊？说叫预知梦啊，聪明人一生中都会梦见过1、2次。怎么，陛下，你没做过这样的梦？爱妃，之前是朕不好。你为了他凶我，你以为这事儿给我捏捏肩就算了？你想办法好好哄我吧。哎，这次暴君当庭阅卷，处理考场徇私舞弊，史官不得狠狠夸他一番，这不得赏我个10万8万黄金花环？现在皇军都1600一个吧，等我回去不得富可敌国了？懿旨。是。昭告天下，安妃沈离，贤良淑德，等等，这不像他。温婉可人，不行，这也不像他。算了，就写功在社稷。即日起，立安妃为皇后。是。哈哈，安妃娘娘接旨。陛下又要送我什么大礼包呀？娘娘接旨。娘娘，
安妃娘娘，接旨。娘娘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安妃审理，功在社稷。即日起，立安妃为皇后。什么？我不解，皇后有什么好的？一天累死累活，这皇后谁爱当谁的，我不当。娘娘，这马后宫谁不想当皇后的？娘娘，您回头看看，还有些什么？接，我接的就是这个皇后。皇后娘娘，您接了这个旨，往后每个月都给您送这些东西，这是皇后才有的待遇呢。娘娘，下月15便是您的封后大典，望娘娘好生准备。奴才就先告退了。好。什么？陛下立那个贱人为皇后，他何德何能？陛下还只宠幸她一人，也不知道这妖妃使了什么巫蛊之术，让陛下事事都听她的。巫蛊之术？对啊，那妖妃身上肯定有不同旁人之处。那碎玉板，一般人跪下膝盖都保不了，她就什么事儿都没有。当初在猎场给那贱人下蒙汗药，她一点事都没有。陛下，皇兄，皇兄，陛下不知何时被人下了蒙汗药，还好发现及时，喝了这碗汤药，很快便能醒来。那贱人一点事都没有，陛下却无故中蒙汗药晕倒，罚那贱人跪碎玉板，陛下也踉跄着赶过来救她，难道是传说中的共生骨气？本宫罚了，改日再来看妹妹。陛下可能中了妖妃下的共生蛊气，你快去告诉八王，让八王爷去告发那贱人。是。原来是共生蛊计，终于有机会一举拿下这两人，真是天助！今日凤仪天下，普天同庆，君臣共饮，大梁定疆，千秋万代。恭祝陛下万岁万岁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！那安妃的情下了毒药，若是安妃喝饮，萧劲死了更好；若萧劲没死，安妃死了，他们俩都死了最好。陛下，你怎么了？就差一点儿。皇后，你最近可有感觉恶心、犯晕？是我身体恶心想吐，转移到他身上了。陛下，快传太医！皇后娘娘莫不是有喜了？快传太医！恭喜陛下，恭喜皇后娘娘，娘娘已有2月身孕。恭喜陛下，恭喜娘娘，双喜临门。皇帝不是说为了我称帝，不会有子嗣吗？果然是骗我的，非都是一个货色。真怀孕了？真许诺过老爸，
不会有子嗣。他不会为了信守诺言让我打掉孩子吧？我可以带球跑。现在，这是大梁皇朝第一个孩子，朕从未像今日这样高兴。皇后就是朕的福星。皇后有孕，朕决定大赦天下。陛下心怀天下，恩泽四海。功德值又加一分，他离千古名帝越来越近了。王爷等着受死！我早晚要替萧晴除了你。除了你们这对狗男女！既然他不仁，就别怪本王不义。王爷，那狗皇帝中了妖妃的共生蛊计，可以继续向妖妃下毒，1石2鸟。不可，那妖妃如今怀孕，她的善使定会严加试毒。不能打草惊蛇。等那妖妃生产之日，萧剑必定痛得死去活来。我去告诉你，那妖妃生产之日，便是我立功之时。是。丽儿，你说我们的孩子长得像你，还是像朕？丽儿，要不给朕生2个孩子吧？一个像你，一个像朕。你就不怕痛？生孩子的痛是你无法想象的痛。朕也曾上战场带兵杀敌，怎会怕痛？丽儿，反正你也感受不到痛，不然给朕生12个生肖吧。12个？你可真敢想啊！现在不可。朕就轻易想想，不干别的事情。按照原书剧情，会试之后，狗王爷就会联合定远侯府私造火药、囤粮草，伺机造反。我该怎么找个机会带着萧静去搜查定远侯府呢？娘娘，听说今日是温嫔禁足结束的日子呢，3个月过得可真快。太好了，他出凤仪宫了。娘娘，什么太好了？不知道他出来之后又会作什么妖。泽月，通知陛下，让他来御花园见我。我们碰瓷去。还是外面的风景好啊，连风都是自由的味道。温嫔，好久不见呢。真是无气，出来见到的第一个人竟然是他。他如今已是皇后，我惹不起，我还赌不起吗？参见皇后娘娘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温嫔近日可还爱贵那岁月把？不是。哎呀，娘娘，你竟敢推本宫！我不是，我都没有碰到你，我怎么推的你？温嫔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刚出宫第1日就敢顶撞皇后！来，皇后，你没事吧？陛下，臣妾真的没有碰到皇后娘娘，她就倒在了臣妾的面前，臣妾真的是被她冤枉的。奴婢作证，我家娘娘真的没有推皇后娘娘。温嫔，你以为朕还会相信你的鬼话吗？来人啊，将温嫔打入冷宫。陛下息怒，不可把温嫔打入冷宫，否则这样太后和定远侯府会对陛下有怨言，说本宫恃宠而骄。不如就让温嫔继续禁足3个月吧。那就依皇后的，温嫔禁足3月，还不谢恩？贱人，本宫才刚被放出来呀！谢陛下，谢皇后娘娘。陛下，温嫔那个性子定是定远侯府没有教好，不如就趁此机会去定远侯府好好敲打敲打这位侯爷。那定远侯府上阵有太后撑腰，大肆在外敛财，多谢皇后给朕找了个向定远侯府兴师问罪的机会。你知道我是碰瓷的？你躺下的时候应该很小心吧？朕并未感受到丝毫痛苦。陛下，你真聪明。侯爷，
陛下和皇后娘娘来了。什么？好端端怎么亲自到我们侯府来了？这些火药可千万不能被陛下发现。难道陛下已经察觉到我有二心了？把门锁好。是。恭迎陛下、皇后娘娘。平身。谢陛下。赵姐，我的旺财呢？来人！旺财，过来！皇后娘娘，你为何还带一只狗来？这是本宫的宠物，我出来玩，想带它出来溜溜。陛下见笑了，夫人怕狗。皇后喜欢，那你就只能忍着。是。陛下和皇后娘娘大驾光临，本侯立刻让后厨安排佳肴。侯爷，温嫔在后宫3番2次顶撞皇后，前一日还将怀有身孕的皇后推倒在地。侯府平日里是如此教导温嫔的吗？蠢妇，你就是这么教导侍欢的？陛下，侍欢以前不是这个个性。哦，那定远侯夫人的意思是皇后冤枉了温嫔。大胆！你竟敢质疑皇后娘娘！陛下，臣妇不是这个意思，都是臣妇教导无方，臣妇甘愿领罢。切，都当皇后了，怎么还放过我们侯府？还好，只是发难温嫔的事，没有发现本侯手剑霸也一同造反。啊，旺财，你怎么了？啊！哎，皇后，旺财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你慢点，皇后。陛下，陛下。这只狗怎么会带他们来这儿？侯爷，你这屋子里面装的是什么？旺财一直朝里面叫。皇后娘娘，这里面存放的就是些杂物，没什么特别之处。没什么特别之处吗？既然没什么特别之处，打开让我看看呗。要被发现，那可就是砍头的大罪。陛下，微臣有错，其实是微臣养了一些青龙歌姬在这里偷情，我的夫人还不知道。侯爷，你把那些低贱的女子养在府上。青楼女子，本宫要看看长什么样子。不要，微臣有特殊癖好，他们都围着衣服。为了不让萧静发现火药，甚至不惜给自己泼脏水，真溜。看我的！侯爷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王氏，你哭早了。陛下，这旺财是兵部侍郎送来的，一直养在兵部，能闻到些火药的味道。侯爷，我看你这里面藏的不是青楼女子，是火药吧？大胆！定远侯竟敢私藏火药！陛下，臣绝对没有私藏火药。既然没有私藏，那就打开让我看看呗。不可！高阶。走！完了，全完了！夫人，你竟然敢私藏火药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你好大的胆子！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这一定是有人陷害，是有人放在这儿故意陷害微臣。陷害？是不是陷害？去刑部大牢里慢慢说吧。来人，在定远侯府上下全部都抓起来，违令者斩。是。
陛下，陛下饶命！微臣是冤枉呀，请陛下明判。老八，朕这次来还给你备了一些薄礼。这是朕送给老八的金子。早晚有面对真相的这一天。八王爷就是那个一直想要置你于死地的人。老八竟然勾结定远侯府，一同谋反，赵无极，定远侯不用查了，夺取温镇定远侯爵位，贬为庶民，温家家丁流放3000里，永世不得回京，卷全部充入教坊司。是。李福，奴才在。传朕旨意，将八王爷押入天牢，责任问斩。是，我跟李夫一起去。为何？这账本记录了你从登基以来送给八王爷的所有赏赐，他竟然这么对，我要去把这些赏赐统统讨回来。你去。不好了，王爷！听说整个定远侯府都被抄捕，只有温嫔还什么事都不知道，被禁足在凤仪宫。看来事情已然败露，就是不知道萧剑是否会查到本王的头上。詹青，速速传信给温嫔，待药妃生产之日，便是替侯府报仇之时。是。娘娘驾到！皇后娘娘亲临王府，可是有何要事？本宫奉陛下之命，前来收回陛下对八王爷的所有赏赐。来人，给我照着账本一件件拿回去。是。本王招兵买马的银子。陛下想送便送，想要收回对臣弟的所有赏赐，臣弟也无话可说。你阴阳谁呢？八王爷，你意图勾结定远侯伺机谋反的事儿已经被陛下知道了，你觉得你还活得成吗？将八王爷拿下，送进天牢。是。冤枉！本王没有。要见皇兄，一定是定远侯陷害于本王。我要见皇兄。带走！我要见皇兄。皇兄对我定是有什么误会。狗绿茶跟我斗，你还差得远呢。陛下，八王爷想见你。不见，这谁也不见。陛下，我也不见吗？你一直在试图提醒朕，你是不是一直觉得朕很蠢？不是你的错，你信任他，是他辜负了你。朕知道皇室尔虞我诈，朕心难求。朕和太后并不亲近，太后唯一一次夸朕，竟然是夸朕终于敢杀人了。真是歹猪出好所。朕以为老八会把朕当家人。我也是你的家人。哎呦，丽儿，朕把后宫各妃都遣散，好不好？不行，这不行。这虽然是好男人的做法，但不见得是明君的做法。遣散后宫，那必将引起前朝异动，还会说我恃宠而骄，祸国殃民。丽儿，朕有这么多后妃，你不会吃醋吗？你想多了，他们可不见得想要事情呢。你说什么？因为后宫都传你睡梦中杀人，不过我知道真相并不是如此。那就这么传下去，朕就是喜欢在睡梦中杀人。李福，奴才在。明日找个机会传下去，就说朕今晚在睡梦中差点把皇后都杀了。这，陛下您在说什么呀？让你传你就传。是。哎呦，这样他们便不敢勾引朕了。
今晚帮帮朕好不好？回去再说。陛下，八王爷该怎么处置啊？陛下，八王爷在牢狱中写了血书，呈上来。是。皇兄，臣弟确实勾结定远后，意图谋反。臣弟以前对皇位从未有所求，但是皇兄那日酒后直言，驾崩后要将皇位传给臣弟。臣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，说不定臣弟比皇兄更先去黄泉见父皇，臣弟才动了想法。臣弟有错，就算陛下要处死臣弟，臣弟也毫无怨言。皇兄，皇兄，皇兄，这是父皇赐给我的南疆弓箭，给你。送给我的？对啊，皇兄不是最喜欢射箭吗？是朕当初不小心，酒后说漏了传位遗诏，老八因此动了歹念，是朕的错。李公公，陛下是来处死臣弟的吗？八王爷，你死罪可免，但往后的日子只能在这大牢中度过。你好自为之吧。多谢皇兄，多谢皇兄。说你这般心软无能，可是当不了好皇帝的。这皇位我很快被他夺过来。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哎，都是姐妹，不用客气的，快坐。娘娘，听说昨夜陛下差点在睡梦中杀了您。娘娘，您还怀着身孕，这也太危险了。只可惜臣妾们贪生怕死，不能为娘娘分忧了。这礼服还真穿出去了？啊不，你们必须为本宫分忧。完了，如果让我们轮流侍寝吧，我收回当初的嫉妒，求陛下独宠皇后娘娘一人了。小月，这是凤印。皇后娘娘这是何意啊？难道要换淑妃做皇后？从今往后，这个凤印由我们4人轮流掌管。淑妃入宫最早，这月就由淑妃掌管凤印，执掌后宫大权，管理后宫一切事宜。让我们轮流掌管后宫大权？没错，以后谁掌管凤印，谁就拥有管理后宫的最高权力，给宫人妃嫔的奖赏，你们看着办就好啦。下个月呢，就由庄妃你来管，下个月便是贤妃。如果我们在管理后宫发生了什么分歧，就由我们4个人投票决定最终结果，将后宫的权力交给你们，就不需要再为这争得你死我活啦。多谢皇后娘娘信任，臣妾定不辱使命。多谢皇后娘娘信任，臣妾定不辱使命。哎，这样我就能当甩手掌柜了。这后宫也太爽了，不用想办法勾引陛下，每个月也能有份里拿，还让我们掌权，简直是遇到了神仙般的皇后。我宣布，比起陛下，我更喜欢皇后娘娘。我也是。当初真不该对皇后起儿戏，差点还和温嫔混在一起害她了。我也是。这么多人和朕抢皇后，朕必须对皇后更好了。陛下的前朝后宫都如此祥和，老奴真是死都值了。父亲，娘亲，陛下居然将整个侯府全部抄没。还好，陛下并未处罚娘娘。听说那教坊司女子动不动就会被打得面目全非，每年被虐待致死的人是数不胜数。老夫人被送去，可怎么办呀？两个奸人生产之事，我一定亲手了结了他，为娘亲报仇。
陛下，奴才有罪。李福，何罪之有啊？陛下，之前掉进湖里那本共生古迹其实是假的，奴才害怕陛下杀害皇后娘娘，变回之前的暴君，便冒死提前调包了古书。那你为何要现在告诉朕真相？你就不怕朕又杀了皇后吗？陛下一看便知。陛下，古书中记载，只要纯阴之人怀上纯阳之人的子嗣，并平安生下那孩子，诅咒便会自然化解。下个月便是皇后娘娘的生产之日，待娘娘平安产子，陛下再也不用承受那些痛苦了。能不能让朕继续中这个诅咒？难道陛下不想解除诅咒？若是解除诅咒，将来便是由离儿承受那生育之苦，朕当然不愿意她承受丝毫痛苦。陛下，奴才翻阅了一下，好像解除之后就不能再中这个诅咒了。用一次就不能用第二次了？从未见过如此没用的巫蛊之术。在现代中37亿彩票，做个躺平皇后啊！我就是2辈子的好命。娘娘，这是刚炖好的燕窝粥，最是滋补。烫吗？回陛下，刚出锅，自然是热乎的才好喝。要是烫着怎么办？要是烫出泡了怎么办？姐，你怎么心情不太好？丽儿，咱们就生这一个孩子，好不好？你怎么了？受伤了？不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朕没病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是共生古迹，待你平安产子之后，你我之间的诅咒便会消除。真的吗？诅咒还可以解除呢，这不挺好的吗？那就要由你自己承受生育之苦了，这怎么舍得啊？咱们就生这一次，好吗？萧剑，谢谢你。娘娘用力呀！娘娘用力啊，用力！娘娘怎么样啊？我不是已经用力了吗？还不够。哎呀，那我再用力点力。娘娘再加把劲，用力，用力！生了吗？生了吗？哎呦，陛下，您先忍忍，皇后娘娘那才刚刚开始呢。本宫做小伏低了3个月，为的就是今天。太儿，你今日一定要将沈还有陛下全部除掉。小晋那狗皇帝，如今最是虚弱，人人宰割。本王定会替你取来他的项上人头。这个是本王的兵符，这个可以随意调动本王的500精锐，杀了沈离。娘娘，您坚持住啊！娘娘，再加把劲儿啊！居然还有这种巫蛊之术，正好可以用在狗王爷身上。温嫔，皇后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，给本宫杀了他，重重有赏。不要！杀了他！王登基，你们便是开国功臣。
你们敢？这还是谋反，这可是杀头的大罪呀！兄弟，朕给过你机会，你为何还要执迷不悟？你给我机会？父皇曾经最宠爱的是我的母妃，若不是太后害了她，这皇位本该就是我的。我只是拿回本该属于我的东西。众将听令，谁杀了他，我便封谁为镇国大将军。给我上！放他！本将军还没死呢，我看你们谁敢伤害陛下，给我杀了他！来人！来人！本将军都在这儿了，你还能有几个人？怎么会这样？皇后早就知道你不会善罢甘休，今夜并非皇后的生辰之日，这一切都是朕和皇后布的局。小金，你们又合起伙来骗我！不准伤害娘娘！我看谁敢！赵无极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会这样？小月，过来扶我一下，娘娘。拿下！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！温嫔，你就是太闯，站错队了，拉下去，等候问斩。贱人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啊，走。走。小月，我好像真的动了太气，稳婆，快！来，慢点，小心！娘娘，你怎么样？小姐，你多忍着点吧。把这群乱党拖下去，等候问斩。是。小丽，好像真要生了！别！有陛下！陛下，你可忍住啊！陛下！恭喜娘娘，贺喜娘娘，是龙凤胎！真的，太好了！陛下，您慢点儿。陛下，丽儿，你怎么样了？辛苦你了。应该是辛苦你了才是。八王爷是侠，臣子造反。听说昨夜宫中腥风血雨，那八王爷竟然联合温嫔一同谋反，杀害陛下。陛下可不是从前那个杀人不眨眼的陛下了，这八王爷实属不该呀。是啊，那陛下就算当年残暴不仁，那对八王爷也是极好的。是八王爷没有心呐，竟然能下得了手杀陛下。皇上、皇后娘娘驾到！参见皇上、皇后娘娘。众爱卿平身。谢陛下。这是朝堂，皇后娘娘来这儿做什么？羞辱本王！本王绝对不会在朝堂上说一个字。老实点！皇后问什么，务必照实回答。走。跪下。八王爷，有些话陛下碍于手足之情，不愿亲自审问，那就由本宫来审问你。皇后娘娘，请问，本王必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怎么会这么说？还好这八王爷认罪态度还算良好啊。八王爷，我问你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秘密进行谋反的？自然是从陛下登基当日，便想谋反。哎呀，陛下登基，
陛下9岁登基，天哪！这八王爷竟然从7岁就开始想要秘密谋反，为什么把实话都说出来了？是我想说的，却说不出口。这共生补剂里的真话补充还真好用。那我再问你，陛下自登基以来送你的10万黄金、3万白银，还有20件貂皮大衣和其余不计其数的赏赐，你都用来干什么了？都被本王拿来招兵买马对付他自己了。本王还用那些钱财私吞粮草、武器和火药。居然这么闹成这样！天哪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！他竟然还恬不知耻的都说出来了。我回天牢，我不想再说话了，嘴快闭上啊！他怎么这么对朕？我再问你，除了昨天晚上的谋反，你还策划过什么刺杀？策划过不计其数的暗杀。去年秋猎，本王安排了1众刺客射箭埋伏，可惜被他跑了。皇帝真是命好，头出狂言，还想听啊？婚后大典，本王还给皇后的酒里下了毒，可惜皇后也没喝下去，本王就是差了点运气。当然说呀，你真是太可恶了，气死我了你！我的嘴到底怎么回事？谁来救救我？皇后，你的脚不疼吗？不疼，他太气人了。皇后娘娘揣得好，这八王爷其心实在歹毒，微臣都看不下去了。狗王爷，本宫在最后问你一个问题：难道八王爷还做过比这些更恶劣的事情？本宫问你，陛下登基第2日，从睡梦中醒来，发现宫里死了4个太监，4个宫女，说是你杀的还是他杀的？自然是本王杀的。萧瑾他胆小怯懦，怎么敢杀人？想不到啊，小小年纪便如此歹毒。可如何将人心玩弄于股掌之中吗？那些人都是本王杀的。本王告诉萧瑾是他杀的，那我愿意替他顶罪。我不过只流了2滴眼泪，萧瑾他就感动得不得了，说要自己扛下罪名，还记了本王1辈子的恩情。什么主啊！萧瑾，你个蠢货，废物，你活该被本王利用。萧离，你个手下败将，你有什么资格说他愚蠢？还是我无罪护朕。赵无极，给我拖下去，立即处死。是。萧瑾，不得好死！可怜的是，竟然是这样，我们都冤枉了陛下呀！陛下慈悲为怀，实乃天下之共主。陛下慈悲为怀，实乃天下之共主。众爱卿平身。啊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恭喜宿主，你完成使命，让暴君变成了千古明帝，可以带上属于自己的奖励回到现代。是否需要现在回到现代？回现代之后就不能再回来哟。如果此刻带上那些金银珠宝回到现代，是不是都可以买下马尔代夫了？那我可不可以带上我的孩子一起回现代？当然可以，他们本就不属于这个时代。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带上萧瑾啊？宿主，你说呢？他才刚刚成为千古明帝，你的脑子呢？好，朕依你，明日你同朕一同前去。如果你真的冤枉了老爸，朕会替你向他登门道歉。莉儿，朕把后宫各妃都遣散，好不好？
真的吗？诅咒还可以解除呢。诅咒一旦解除，那就要由你自己承受生育之苦了，这怎么舍得啊？丽儿，咱们就剩这一次，好吗？丽儿，你怎么样了？辛苦你了。应该是辛苦你了才是。或许萧晴还是回现代。那我不回现代了，我要留在萧晴身边。虽然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后悔，但是我本来就该在最早的时候摔死，这已经是我多捡来的一条命了。好的，宿主，回现代的通道会时刻为你保留。想要回现代的时候，随时召唤我。原来还可以随时回去。谢陛下。皇后德才兼备，从今日起，立皇后所生之子为太子。恭喜陛下，恭喜娘娘。2条。不好意思啦，自摸，别3加，给钱。你又赢了。我就这2个钢镚了啊，没了，来。你有皇后娘娘，你就不该教淑妃打麻将，她把咱们的钱全赢去了。我哪知道是这样的结局啊！没事，等到时候端午佳节，我给你们包大红包，都有。不打了。哎，别呀，继续啊！哎呀，皇后娘娘，我还得教太子殿下精算呢。最近太子进步神速，我得多教一点。走来，我也不打了。我今天答应了公主，要教她画牡丹呢。有你们这些一代娃真好。拜拜。皇后娘娘，你那天教我做的麻辣烫实在太好吃了，好吃到我回去之后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有一种美食，它是一半白的锅，一半辣的锅。咱们今天就试试把它做出来，好不好？这些后妃简直都是宝藏，个个都有拿得出手的绝技。就比如这贤妃，非常擅长厨艺。来呀，你准备给这种一半是红的，一半是白的锅取什么名字？那不就是鸳鸯吗？对，就是鸳鸯锅。所以应该叫什么呢？不如就叫它阴阳锅。再想想。太极锅，它是红白。我知道了，红白锅。好吧，当我没说。换下个话题。红白锅不好吗？娘娘，陛下和皇后娘娘恩爱如初，您从未侍寝，可曾后悔过？春慧，我们女子没有了男人也能活得很好。走吧。淑妃娘娘，慢点儿。淑妃娘娘好，太子殿下好。太子殿下，你最近呢进步神速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可以学天干和地支了。都是淑妃娘娘教的好。我们太子殿下也很聪明啊。娘娘，如果一直不能侍寝，就没有属于自己的孩子。淑妃娘娘，谁家小公主啊，这么可爱啊？原来是我家的呀。淑妃娘娘，每人配鲜花送给你啊。好香的花，我们走吧。哎，那个还没熟呢，刚下进去。别抢啊！我先看到的。
别跟我抢！哎呀，你俩别争了，来，跟我玩个。来。